赐毒酒一杯。眼见魏征夫人裴氏真把毒酒喝了下去，不想李世民却笑出了猪叫声。这毒酒的滋味如何呀？喝醋一个味儿。这绝对是李世民有史以来整蛊魏征最带劲的一次，仅仅一招以牙还牙，便将魏征吓得差点尿湿裤子。原来自从李世民登基以来，魏征常常舍命上谏，虽惹得这位唐太宗很是不爽，但不可否认人家魏征的意见都非常具有建设性，因此受益匪浅的李世民便忍不住地夸赞了他两句。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忠臣。然而让李世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自己这随口的一句夸奖，竟又一次触动了魏征喷他的被动技能。陛下又错了，我是良臣，不是忠臣。眼看自己热脸贴了冷屁股，怎料李世民却丝毫没有生气，可能是经常被怼的二凤已经喜欢上了这种感觉，甚至还要奖励魏征平日对他的犯言直谏。为此，二凤便给他准备了一个特殊的奖励。我现在什么都给你了，比如说关节啊、财富啊等等等等。还有一样东西我们要给你。陛下指的是什么？女人。此话一出，魏征顿感一股凉气顺着后脚跟直冲天灵盖，让他小脸煞白，一时间不知如何应答。可李世民见状就不明白了，要知道对于这样的恩宠，别人可是求之不得的呀。怎么看你这样子好像很不情愿啊？难不成你喜欢男人不喜欢女人吗？于是，在李世民的追问下，老魏头才吞吞吐吐地解释起来：我已经有妻室了。我当然知道你有妻室。陛下既然已经知道了，就不必为难我了。李世民就纳闷了，我送你7、8个小妾，让你回家好好享受一下，这怎么是为难呢？魏征表示自己和妻子一路走来患难与共，早已他中有我，我中有他，所以我是绝对不会抛弃糟糠之妻的。魏征啊魏征，谁让你抛弃他了？你看看这满朝上下，有谁只有一房妻妾？李世民说的虽然在理，但魏征一想起家里的母老虎，身子还是不由得打个冷战。这要是真带个小妾回去，恐怕房子都会被他给掀了。于是请求陛下将这赏赐给需要的人吧，就比如屏幕前的帖子们。不，别人不配，我今天就是要赏给你。陛下，我还是不要接受了。魏征，你要抗旨吗？李世民的故作严肃让魏征一时间手足无措，但是又不敢违抗李世民的旨意，于是他也只能硬着头皮表示：我能回去和贱内商议一下吗？不行，你商量什么呀？我是皇帝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商量什么？平日里能言善辩、才思敏捷的魏征蒙圈了，一边是不可忤逆的皇权，一边是不敢激怒的母老虎，左右为难的他不知如何是好。而李世民眼看魏征如此难受的模样，于是就退一步给了魏征一个特权，准许他回去与妻子商量一下。不过你要尽快的答复我。得到李世民的允诺后，魏征慌忙起身逃离了这个是非之地，而这番落荒而逃的模样，顿时惹得李世民大笑起来，同时也让他的内心得到极大的满足。而如今抓住了魏征出丑的把柄，李世民自然不会轻易放手。3天后，李世民带着几位心腹大臣在太极池旁边搞起了团建，然而魏征却又不合时宜地开始教育起了李世民，全然忘记他还欠陛下一个答复。古代历来行了，魏征，你又来这套。李世民打断魏征后，随即话锋一转，询问上次说要赏赐他几个小妾的事，你和夫人商量的怎么样了？此话一出，让魏征猝不及防，他没想到日理万机的皇帝竟还记得这档子事，可身为资深怕老婆的他，也只能实话实说。贱内不同意。什么？不同意？哦，他不同意朕的意思。不瞒陛下，他说如果我要接受陛下的赏赐的话，他要去寻死。此话一出，在场所有大臣以及李世民都是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。他们没想到这个怼天怼地的谏臣魏征居然怕老婆，而这也惹得李世民顿时玩心大起，于是就准备借此机会来看一看魏夫人有多刚烈。行，既然他要寻死，让他到这儿来寻死。来啊，陛下，把魏征夫人叫来。说完，他又低声吩咐太监让他去准备一样东西。而魏征知道夫人裴的泼辣性格，要是一不留神把陛下给骂了，那可真是吃不了兜着走啊。于是赶紧推说太极池是庄严场所，不适合让夫人进来，还是请陛下收回命令吧。可魏征越拦着李世民就越来劲。这话你就说错了，这地方来过女人，我看没什么。你的夫人能到这儿来，你应该感到自豪才对。一旁的吃瓜群众也都纷纷翘首以盼，准备欣赏这出好戏。没多久，酷似菜根花宝贝的魏夫人便来到了现场。第一次见她，看上去像个贤淑的贵妇。这次二凤可看走眼了。俗话说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在这贤淑的外表下面，竟藏着一颗母老虎的心。朕听说朕赐给你的夫君美色，
你反对？怎料魏夫人压根不怵，直接回怼李世民，称朝堂之事自己管不了，但家里的事是自己说了算。然而李世民却认为自己赏赐魏征美色是属于朝堂之上的事，你魏夫人不该管。怎料这位夫人可管不了那么多，直接硬刚李世民说这也是自己的家事，并且有样学样学起丈夫魏征，称陛下你说的话是对的，我就会听，但如果是错的，自己也敢违抗不听。怎料李二听后不怒反笑，你们看看啊，这还真像一家人说的话啊！那你说朕哪儿错了？魏夫人表示我们老两口夫妻情感美满，可陛下您却非要在其中插上几个小老婆，你这是不是吃饱的撑的没事找事啊？然而李世民听后依旧没有动怒，他表示自己赏赐的人，你可以让他帮忙做家务，这样你也可以休息。怎料魏夫人的态度依旧坚决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眼见对方竟然公然抗旨，李世民也不再客气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只能让你消失，然后再对魏征进行赏赐。来人，赐毒酒一杯。见此，魏征都快哭了。你说这姑奶奶怎么这么倔呢？眼看到了这个接骨眼上，魏征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便连忙说：“陛下，我是一家之主，我说啥是啥，圣上赐我多少女人，我就要多少，这总行了吧？只求您别再难为他了。”你不是说过吗？就是把美人请回了家，他也会自尽，是不是？是。好，毒酒伺候。在场的众人本以为李世民是开玩笑，没想到李世民玩真的，于是杜如晦等人赶忙拱手求情，但李世民却置若罔闻。此刻毒酒已经被太监端到了魏夫人面前，老魏连忙起身阻拦，结果被暴脾气的裴氏一把甩开，然后没有半分犹豫，直接举杯将毒酒一饮而尽。一旁的吃瓜群众也没想到事情会闹这么大，个个都屏住呼吸，不敢发出丝毫声响。但此刻腹黑的李世民已经憋出了内伤。怎么样，这毒酒的滋味如何呀？喝醋一个味儿。看着李世民哈哈大笑，在场众人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杯中并非毒酒，而是一杯山西老陈醋，而这正是吃醋这个典故的由来。你啊，今后要是魏征有别的女人，你就去吃醋啊！